雷神之锤、震金盾牌，这些神器你看腻了吗？如今这些王道征途的正统招牌武器，对于观众来说就像好莱坞的流水线大片一样，看多了以后除了反胃就没别的感想了。在漫威电影里，真正拿着画风让人眼前一亮武器的，往往是一些算不上超级热门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漫威系列的冷门角色手中到底私藏了多少画风奇特的冷门神器。如果说银河护卫队里最抓人眼球的武器是什么，估计99%的人都不会把票投给主角团手里那堆破铜烂铁。因为能加冕银河护卫队最帅武器的，毫无疑问是勇度老爹手里的哨剑。勇度的这支哨剑别名亚卡剑，它是由太阳系外的第一个行星殖民地半人马座4号出产的特殊生敏金属亚卡制成。电影里哨剑被描绘成西部牛仔手里左轮枪一般的武器，勇度只需要掀开风衣一个口哨，哨剑就会自动起飞杀敌。百般武艺此乃太空居合，勇度可以凭借特殊的口哨以及头顶的旗对其进行操作。只不过勇度本人对此有一个更装逼的解释，用心操控才更有灵魂。但漫画里的哨剑其实没有电影里这般无解。在漫画版里，勇度是个正儿八经的工兵，而他的哨剑也有20支之多，需要利用弓发射，不能像电影里那样一个口哨自动启动。而漫画版勇度虽然依然可以利用声波操控离弦的哨剑，但哨剑飞行过程中只能维持发射时的初始速度，并不能像电影那样突然加速，但数量要更多。两个版本各有侧重，不知道你觉得哪个版本更厉害？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就是电影版的哨剑比较费嘴，如果要长时间使用的话，勇度大衣里可能还要常备一瓶矿泉水。像哨剑这样非主角手里的神器，在漫威的故事里还有不少，比如电影里灭霸手下的2个马仔王任将军和黑暗比丁星，同样手里拿着强大武器，最后却沦为高级炮灰，死的一个赛一个凄惨。这一对画风颇为相似，在电影里经常出双入对的家伙，其实是遍体单身汉的灭霸帐下罕见的一对狗男女，因此这两口子在电影里才经常一起出场。在漫画里，他们和另外3个人被合称为黑曜武将，而电影里不知为何砍掉了一人，将他们的队伍名字换成了灭霸之子。可能是导演编剧给他们在电影里只定义成比杂鱼强一点但有限的精英怪，所以对每个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弱。比如王任将军，他其实是公司里地位仅次于灭霸的家伙，他拥有极强的力量和自愈能力，再严重的伤口都能快速恢复。听起来是否有点像债版死侍或者金刚狼呢？同时他手里那把战刃还是一件灵魂绑定武器，就算王任将军肉体毁灭，只要武器不毁就能复活。可能是拥有过硬蟑螂的生命力让王任将军飘了，他曾经在灭霸失踪时选择当二五仔，准备自立门户，结果灭霸归来先掰断了他的武器，然后用激烈的物理手段让他重新理解了一下谁是老爸谁是儿。到了电影里，可能编导们觉得复仇者联盟人已经够杂了，没必要再让他一个反派出风头，于是王任将军惨遭史诗级削弱，删除了复活能力，愈合能力也没那么过分，变成了潜入敌人后方偷鸡摸狗的刺客角色。初次亮相就被黑寡妇捅了腰子，然后全程躺尸。卷土重来后，虽然还能在肉搏战里压制美队，却被幻视捅了个透心凉。而亡灵将军的女朋友暗夜比林星，她是灭霸之子里的一点红，可能因为天天跟几个糙汉共事，过大的工作压力导致她最后反而成了团队里性格最残暴的那个。暗夜比林星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他手里的那杆神枪，这杆枪由灭霸亲自锻造，只要投掷出去就会分裂成3道可以追踪目标的黑色闪电，但凡被碰到的生物都会瞬间暴毙。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个电影里的精英怪来说，不太需要这么牛逼炫酷的能力，因此这杆神枪和她男朋友一样惨遭削弱，甚至唯一的战绩是抢后捅穿了无辜躺枪的王任将军。而暗夜比林星也在瓦坎达与女英雄们交手时惨死于车祸。作为一个事业心很重的女强人，在漫画里她男友选择单干时，暗夜比林星选择继续忠于灭霸。至于这2人，一个心怀鬼胎，一个忠心耿耿，为什么还能每天睡在同一张床上，确实是一个比较匪夷所思的问题。考虑到灭霸之子剩下2个人，乌木猴和黑矮星的颜值都比较感人，或许暗夜比丁星只是矮子里拔将军挑了一个长得还算拟人的而已。灭霸手底下的马仔都能人均神器，
那被冠以神明角色的阿萨神族就更是如此了。除了雷神那把家喻户晓的战锤之外，阿萨神族还有不少更在其上的武器，比如奥丁手中的神枪冈格尼尔，这把可能是世界神话传说中最有名的长枪。在漫威的世界观里，和雷神之锤妙尔尼尔一样，使用了阿斯加德特产的金属乌鲁锻造，当投掷出去时会自动返回他的手中。同时他还有一把名叫斯拉德斯托克的权杖，这两者都是他传导宇宙能量的管道，而雷神之锤也是他吩咐矮人锻造的。不过漫威里奥丁最强大的能力倒不是这些神器，而是他身怀神秘能量奥丁之力。不过在原本的北欧神话中，这几件神器也同样诞生于一个故事散文埃达中提到的，这把枪诞生自西弗之发事件后。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洛基贱兮兮的毛病又犯了，把索尔的老婆西弗一头亮丽的金发剃了个精光。回家看见老婆变成尼姑的索尔大怒，为了平息雷神的怒火，洛基找到矮人铁匠伊瓦蒂的儿子们，为西弗做了一头新头发，同时一起制作了2件礼物作为赔礼，其中一件就是送给奥丁的长枪冈格尼尔，另一件则是送给弗雷的宝船司机德普拉特尼。并且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个小插曲，那就是洛基事后称赞伊瓦蒂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工艺家，此称号导致矮人工匠布洛克的不满，因此布洛克和洛基打赌，他和自己的兄弟辛德里可以造出更屌的东西，而赌注则是彼此的首级。最后布洛克如约打造了3件神器，第一是弗雷的坐骑黄金猪古林博斯蒂，第二是奥丁无限分裂的黄金戒指低落者德罗普尼尔，而最后一件便是威震天下的雷神之锤妙尔尼尔。至于漫威提到的奥丁权杖斯拉德斯托克，则是漫威为他原创的一件法宝。同样在雷神3中出场的死亡女神海拉也被编剧安排了不少好东西。在漫画里，她和神话一样是洛基与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的孩子，电影里把她改成了奥丁的长女，雷神之锤的前主人，几乎处处压制雷神索尔。但实际上电影里有一个问题没有说明，那就是海拉的力量之源其实并非她射出的迷之尖刺，而是她身上那件斗篷与造型夸张的头饰。这件斗篷不光能增强她的力量，还能让她永葆年轻健康，但是一旦这身行头被扒下来，她就会显露出原本的样貌，就像神话传说里描绘的那样，一半身体健康美丽，另一半却腐烂衰败。同时没有斗篷的海拉还会失去大部分神力，无法漂浮甚至站立，说不定哪件衣服才是海拉的本体，因为无力的海拉只需要触碰到它就能恢复到更强壮的状态。在漫画里，海拉手里的剑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名叫黑夜之剑，名字上似乎与苏尔特尔的黄昏之剑互相对应，而漫画里他也确实使用过黄昏之剑，所以电影里安排他最后死在苏尔特尔的歼星剑之下，也算是对漫画的一种致敬了。除了阿萨神族之外，漫威电影中的另一个神器集散地就是法师们的私人收藏，毕竟自古以来法师都是一群喜欢囤积各种奇怪道具的群体，而奇异博士也不例外。单是奇异博士2部电影就出现了3本禁书，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法器。这里的禁书当然不是那种只能锁在书店28区的成人格斗漫画。第一部禁书就是电影里斯特兰奇初到卡马泰基偷看的卡里奥斯特罗之书。这本书的名字源自诈骗界的祖师爷意大利人亚历山大德罗卡里奥斯特罗伯爵，此人自称炼金术师，一度是欧洲各国宫廷中炙手可热的神秘主义者，结果因为意外被卷入法国王室的钻石诈骗案并且被捕。虽然案件最终被证明与其无关，但也让他的名声彻底臭了，奠定了其欺诈师与伪造者之名。不过到了漫威世界，这人自然也变成了有真才实学的黑魔法师，而这本同名的书内就记载着他的个人经历以及各地的魔法知识，其中还包括另一本禁书《黑暗神书》的下落。漫画里默杜男爵用这东西穿越时空，而电影里他则成了古一的藏品。古一利用其中的知识汲取黑暗维度的力量，为自己延长了几个世纪的寿命。而那本成为第2部电影关键道具的黑暗神书，则是1万年前逃离地球的邪神桑恩留下的。这位邪神离开地球前，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黑魔法知识和咒语都写在羊皮纸上，后人将其修订成册，就成了黑暗神书。而这本书也将成为他日后返回地球的基石。按照漫威的说法，在漫威世界观下，隔壁克鲁苏神话里著名的万恶之源小黄书死灵之书的源头也是这本黑暗神书。
而且很显然，这本书在万恶之源程度上不亚于前者。在漫威里，只要沾上哥特、恐怖、血腥元素的东西，那8、9不离10都和这本书有关系。无论是世界上第一个吸血鬼，还是诞生出暗夜狼人的狼人诅咒，甚至连荼毒不少世界的僵尸病毒，都源自黑暗神书。所以电影里奇异博士能拿它操纵尸体也是非常合理的。同时，就像大部分作品里的黑暗神器一样，黑暗神书也会奴役使用者的灵魂。其实电影里绯红女巫黑化使用黑暗神书的剧情，也是在致敬漫画里恶神桑恩使用黑暗神书的力量控制了绯红女巫的身体。而书中发现的最知名法术名叫蒙特斯公式，这个强大的咒语可以一次性杀光所有吸血鬼，直接让刀锋战士提前享受退休生活。只不过咒语一旦被打破，被杀死的吸血鬼们就会复活。漫画里奇异博士就拿着这本书创造了一个法术，摧毁了所有吸血鬼。但奇异博士本人却没有被黑暗神书污染灵魂。电影里奇异博士最后使用黑暗神书破局，或许也是致敬了这个桥段。至于第3本禁书，就是与黑暗神书对立的维山地之书。维山地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漫威世界观中的高位神明，这是一个由3位古神组成的3位一体神明，其中3个神分别是全能的欧西特、权势的阿格摩托以及苍老的霍格斯。其实这样形式的神明也在现实中存在，比如炼金术中的3重伟大赫尔墨斯，便是融合了希腊神赫尔墨斯、他的罗马马甲莫丘利以及埃及月神透特，或者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总之就是这么3只玄又玄的大神提供了这本书的原始内容，然后由第一批修炼白魔法的法师编纂成册，并且每代法师都会向其中添加新的法术知识，因此这本书还在不断变强。维山地之书是黑暗神书的完美克星，这本书本身就自带偏转魔法的立场，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强的白魔法以及防御魔法。不过其上记载的法术永远不能用来进攻，只可以拿来防御。这本书在数千年前的巴比伦完成，其第一任持有者正是巴比伦神话传说中杀死诸神之母的提亚马特，开天辟地的神王马尔杜克。后来这本书被古一发现，并在20世纪将其与奇异博士分享。电影里维山地之书倒是在一开始就闪亮登场，满脸写着重要剧情道具几个字，然后在后续剧情里，这本书就非常干脆的神隐了。可能编剧也觉得这书上全是防御魔法，又不能拿来攻击人，作为神器来说太不好表现了，所以只能让他露个脸，然后就下线了。其实维山地3人组对于大部分电影观众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其中权势的阿哥摩托，其实不少人大概都在电影里听到过他的名字，只不过因为没有过多的解释，再加上这名字拗口难读，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在意。那就是存放时间宝石的容器，古一与奇异博士胸前的护符阿哥摩托之眼。实际上阿哥摩托本身就是地球上第一位至尊法师，在电影里这件法器内部封存着时间宝石，不过在漫画里它只是个纯粹的法器。阿哥摩托之眼在张开后可以发射光线，帮助奇异博士看透伪装，破除幻象，同时其光线对不洁之物也能造成伤害。对于奇异博士这种常年跟古灵精怪打交道的人来说，这东西大概就相当于便携式激光炮了。并且其实在上古版本的画风里，阿哥摩托之眼其实是一个方形的铁疙瘩，完全没有电影里镂空层叠设计那么炫酷。不过就算如此，也架不住死士曾经潜入至尊圣殿，顺手砸了阿哥摩托之眼的玻璃展示柜，准备表演一下顺手牵羊的绝技。电影中阿哥摩托之眼最初存放着时间宝石，但是在奇异博士与灭霸战斗时，阿哥摩托之眼被毁。不过在后续电影中，阿哥摩托之眼依然若无其事的出场了，只不过其中没有了时间宝石，回归了漫画里法器的用法。而作为至尊法师的标准行头，奇异博士除了阿哥摩托之眼之外，最有名的装备莫过于悬浮斗篷了。但纵观奇异博士的职业生涯，他拥有过的悬浮斗篷其实不止一条，可能是遵从了自古红蓝出 CP 的原则，奇异博士拥有过2件斗篷，正好一蓝一红。这2件斗篷都是故意赠送的，只不过蓝色斗篷比较弱，而红色则强到离谱。电影里的悬浮斗篷作为一件被郑重收藏起来的上古神器，其态度可以说是相当轻浮，只是看对眼就正面上了初次见面的斯特兰奇，
由于自古法师都不善肉搏，这件拥有自我意识的斗篷此后便志愿作为奇异博士的贴身保镖，帮这个本体脆弱的法师一手包办了从日常出行到束缚捆绑的大小事宜。只要奇异博士有令，就算是灭霸也得被这件斗篷缠上一段时间，简直是漫威倒贴第一人。除了以上这些，漫威还有相当多的冷门神器。你觉得在这些冷门家伙里，还有哪些要比主角御用更加狂拽酷霸屌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漫威的小伙伴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